一位上海的房产中介对当前上海楼市形势做出了惊人评论。他说，现在的上海已经从上海滩变成了上海滩，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像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产中介，他们才是最了解市场实情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房地产这个领域，你越是身处第一线，你对市场的冷暖就越清楚，你就越明白上海楼市崩溃的程度有多可怕。相反，在上海你越是远离楼市，你越是对房价没概念，你就越容易相信上海房价永远涨的神话，就越容易被忽悠去接盘。这个情况待会儿再也还会详细说明。先给大家报告一下上海楼市最新惨状。根据某知名房产平台的数据，目前上海挂牌的二手房数量已经突破17万套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给大家做个比较，深圳才5万套，北京14万套，广州15万套，上海以17万套的挂牌量稳坐第一把交椅。更可怕的是，跟过去比，这个数字简直吓死人。2021年上海楼市最疯狂那会儿，二手房挂牌量也就10万套左右，短短几年暴增70%，这不是普通的增长，这是实打实的崩盘信号啊！挂牌的房子越来越多，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少，供应量在疯涨，需求却在断崖式下跌。这样下去，除了降价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是降价，再降价，继续降价。虽然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救市政策，但效果呢，基本等于零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上海二手房价已经连续跌了15个月。更要命的是，现在连个头都看不到，不知道还要跌多久。对上海的房东来说，这简直是噩梦。有国际投行的报告说，中国的房价可能还得跌几年，估计2027年才能见底。我的天，再跌2-3年，这房地产市场还能撑得住吗？那些开发商还不得全军覆没？问题一大堆，但解决办法呢？找不到。就拿上海来说吧，现在的二手房价格比几年前跌了多少？大家知道吗？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，上海二手房均价比历史高点跌了27%，什么概念？一套1000万的房子，270万就这么没了，蒸发消失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平均水平，要是看具体小区，跌30%至40%的比比皆是，腰斩的都不少见，创造了上海楼市史上最大跌幅啊！你想想，2008年金融危机那会儿，上海房价也就跌了15%，这次直接腰斩，用惨烈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那些高杠杆炒房的，现在惨的不要不要的，资金链断裂还不起月供，房子被银行收走法拍的案例层出不穷。曾经以为能靠房子实现财富自由，结果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连裤衩都快没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对刚需购房者来说，这倒是个机会，因为现在上海很多房子都快跌成白菜价了，简直堪比东北鹤岗。大家能想象吗？在寸土寸金的上海，现在很多房子总价才100多万。没错，不是首付100多万，是总价100多万就能在上海买套房，落户安家，你敢信？据统计，现在全上海总价100至200万的房子，大约有1.5万套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房子不是在崇明、金山那种远郊，很多都在中环甚至内环的核心区域。给大家列几个数据，徐汇区100多万的房子有60套，静安区360套，虹口区270套，杨浦区900套。这在几年前打死也不敢想啊！就拿静安区的彭三小区来说，2021年最高峰的时候炒到7万多一平，现在跌到4.8万，跌了39%。一套35平米的小户型从259万跌到172万，172万在上海静安区买房落户，你敢想？当然了，看到房价跌成这样，
可能有人心痒痒，想抄底。如果你问在野的意见，我不直接给你答案，我就说2个事实，你自己琢磨。第一，上海楼市现在还没见底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8月份上海二手房无论是成交量还是价格都在继续下跌。第二，这些房子从300多万、200多万跌到现在100多万，跌幅30%至40%，看着是跌了不少。但谁知道后面还会跌多少？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一个让人心酸的话题：6个钱包理论。还记得2018年那会儿吗？有个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个6个钱包理论，说年轻人买房得靠6个钱包：自己的、对象的、自己父母的、对象父母的，再加上双方的公积金。当时多少人信了这个邪，全家总动员买了房。到了2024年的今天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肠子都悔青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8月份北上广深房价还在跌，上海更是跌回了2016年4月的水平。4个一线城市比巅峰时期累计跌幅接近3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套房子的首付就这么没了。高位站岗的人太多了，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杀伤。我们经常说，日本90年代泡沫破裂后，高位买房的人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才恢复元气。在中国，恐怕也会有一大批人落得同样的下场。更悲催的是，2018年到2022年期间，主动或被动掏空6个钱包买房的那批年轻人、中年人，亲眼看着自己的首付在房价下跌中慢慢蒸发。他们终于认识到，所谓的纸面财富有多靠不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普通老百姓除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打水漂，啥也做不了。一代人用真金白银上了一堂昂贵的投资课，这种深深的无力感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几十年对风险、债务、房子的看法，甚至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。当年提出6个钱包理论的那位专家又一次出来发表观点了。这次是在今年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，他语出惊人：房地产已到或接近谷底。谷底？真是这样吗？问题是，你还敢相信吗？面对惨淡的楼市，庄家又出手了。就在9月14日，上海土拍市场又出了个新帝王，而且是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区。再也我给大家捋捋这里面的门道。表面上看，老静安区曹家渡那块地似乎很抢手，4家开发商疯狂竞价163轮，最后被招商蛇口以56.6亿元高价拿下，楼板价11.4万平，溢价率高达31.2%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年的疯狂炒地。但是各位擦亮眼睛看清楚了，招商蛇口是什么来头？这可是央企啊！今年上半年，他们在全国拿了7块地，86%都在1线城市。这哪是什么市场行为？分明就是在执行国家队的任务。再看看另一块地，在静安区临时社区，位置配套都不错，但只有一家央企子公司参与竞拍。结果呢，溢价率0%，楼面价68280元平，还得自持21%的办公面积。这么好的地段，居然无人问津，这不是很反常吗？这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市场已经彻底失灵了。现在哪还有什么真实的市场需求？不是央企国企在抱团取暖，就是来当冤大头接盘的。大家可别被这种虚假繁荣迷惑了。一位房地产行业资深人士前几天接受采访时就说了，楼市已经病入膏肓，非超常规手段不可救。他建议政府要有所作为，大力发展保障房。这哪是什么高见，分明就是在变相承认商品房市场已经玩不转了。看看各地政府多着急呀！山西刚刚取消了太原的限购，还放开了住房转让限制。一个个省会城市排着队放开限购，可问题是，现在的老百姓
还有钱有心思买房吗？各位清醒一点，这波所谓的土拍热潮，不过是国家队在自导自演罢了。真实的市场到底有多冷？你看看那些没有央企国企参与的地块就知道了。现在要是还冲动去买房，跟前几年被6个钱包忽悠的那批人有什么两样？都是怀着发财梦，结果背上几10年房贷。但这次的结局恐怕会更惨。楼市就是这么无情，没人能预测未来，但至少我们得保持清醒，别被表象骗了。量力而行，谨慎决策，这才是我们小老百姓该做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大家觉得中国楼市还有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